回陛下，皇后娘娘，下毒之人是紫兰殿的花才人。前日皇后娘娘无意中拿了她一盘云片糕，她便怀恨在心，买通了殿内的宫女夏荷，对皇后娘娘痛下杀手啊！什么？皇后满脸难以置信。穗穗也愣了片刻。为了点吃的就要杀皇后，这花才人到底是个什么吃货？居然比本座还小肚鸡肠心狠手辣，可恶！穗穗小脸一沉，一拳捶在了万鹤亭大腿上。万鹤亭无语。穗穗说的对，实在太可恶了，母后无辜遭此毒手，请父皇从重惩治花才人，以儆效尤。花才人夏荷谋害皇后，罪无可恕，即刻赐死。心里却明镜儿一样，仅凭一点吃的，绝不可能让一个才人铤而走险，胆大包天，背后定然是有人指使。他不动声色地给了御前总管一个眼神，此事必须继续查探。皇后虽然心思单纯，却终究是陈皇后留给她唯二的遗产，如今再加上穗穗有3个了，谋害皇后绝不轻饶。我们绝对不能坐以待毙，往后说不定还会有歹人觊觎母后的性命呢。长春宫的防范必须做到万无一失。穗穗顿时眼前一亮，看向万阙楼的目光充满欣赏。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呀？他鼓励地看着万阙楼，示意他继续说下去。儿臣有3策，下策是封闭长春宫，绝对不让闲杂人等随意出入。啊，就这样？那个还有中策，中策就调来禁卫军严守长春宫内外，来往之人一定要严格审查，无关人一律不得靠近，可有效防备心怀不轨之徒。那上策呢？穗穗眼中的期待更甚，继续追问。上策便是遣散长春宫所有奴仆，这样一来，即便有人想谋害母后，也找不到可以利用的人手，自然也就无计可乘了。好家伙，下策是软禁皇后，中策是把长春宫变成监狱，上策更离谱，直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真是个好主意呀！我儿果然聪慧过人。万阙楼看向穗穗，眼中带着几分征询。穗穗深吸一口气，强装冷静问道：就主意还不错，但是把所有奴仆都遣散了，你们2个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呀？那就只能自给自足了，毕竟知人知面不知心，除了自己还能相信谁呢？穗穗忍不住看向端昌帝，不知他作何感受。可端昌帝除了脸色发青，竟没有开口反驳，眼中竟带着一种关爱智障的怜悯。穗穗又转头看向万鹤亭，见他眼中满是嘲讽，好像在嘲笑他方才对万阙楼说的豪言壮语。穗穗再也笑不出来了。失策了，这对母子根本就是个大笨蛋，空长了一副好皮囊，满脑子都是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呀，还皇后还嫡子呢，一把好牌打得稀烂。万阙楼这小子还装出一副勤勉上进的样子，迷惑本座，让本座以为捡到宝了，气死了，气死了！你这几个主意出得不错，下次不要再出了。哇，果然父皇还是更爱看向太娘。穗穗心中满是失望和沮丧，无精打采地吃着心上的糕点，直到午膳端上来才重新打起精神。就算遭受再大的打击和不公，也不能委屈自己的肚子。好孩子，慢点吃，没人跟你抢。端昌帝看着穗穗狼吞虎咽的模样，眼底的心疼都要溢出来了。锦衣王到底怎么当爹的？平时不给闺女吃吗？真是的。看着众人愤怒的眼神，万鹤亭咬紧牙关。活了这么久，头一回感到哑巴吃黄连。穗穗妹妹，你平日里在王府是不是都吃不饱饭呀？穗穗嘴里塞满了饭菜，根本腾不出功夫回应。我都多余问，看那抢饭的样子，还用问吗？他看向万鹤亭的目光多了毫不掩饰的愤怒。万鹤亭动动嘴唇想为自己辩护，但因为长时间的不屑于解释，导致他这会儿都不知道说什么。
有你这么当爹的吗？平常饭都吃不饱，这可是朕亲封的昭华郡主，你若不会养孩子，就送到宫里来，朕亲自抚养。好。万鹤亭也没想立刻应声，端昌帝反倒愣了一下。他本以为这番怒斥能让万鹤亭知错悔改，没成想这人竟如此干脆，仿佛生怕他反悔一般。虽怒气冷血无情，但看着穗穗那张酷似陈皇后的小脸儿，端昌帝还真动了将人留下的心思。还是有机会再说吧。哎妈，这哪行啊！我的势力，我的根基都在宫外呀。现在事业正在上升期，我可千万不能留在宫里呀。我肩上的责任还重着呢，哪有时间在宫里享清福呀？这么大点奶娃娃，竟说自己责任重大。穗穗深知自己该死的魅力有多管用，生怕端昌帝强留，连忙拽住万鹤亭的衣袖。那个楚西啊，他还在府里等着本座授课呢，再耽误下去可不好。阿昌啊，改天我再来同你叙旧哟。好。他刚叫朕什么？朕听错了吗？宛如长姐在世啊！端昌帝沉默了。阿昌是什么？是在说朕的年号吗？陈皇后在世时也不是这般叫朕年号的呀。对，定是万鹤亭这个逆子这般教导的。阿福，给朕扣锦衣王10年俸禄。奴才见过王爷、郡主，陛下和娘娘有赏赐给到小郡主，还有2车稍后就到。阿昌这个人也太客气了，每次来宫里都送这么多好东西。还有婉婉，虽然说他脑子不太灵光，但倒是个实在人，送的不是漂亮首饰，就是实打实的银票，合我心意。万鹤亭听着他张口闭口阿昌，心里五味杂陈。他忽然觉得自己小时候实在太过保守了，没有直呼过亲爹的年号，没惦记过皇宫里的财物，甚至没当面骂过亲爹一句。细细想来，不过就是放火烧宫墙、顶撞太傅、打残过几个不长眼的伴读罢了。这么一想，端昌帝能有他这样的儿子，简直是福气。对了，你说婉婉当年执意入宫，你们当初就没拦着？劝了，没劝住。万鹤亭语气平淡，却难掩一丝无奈。他的外家是簪缨世家素国公府，陈皇后是长房嫡长女，自小被细心培养，而婉婉作为长房嫡幼女，被娇养着长大的。没曾想陈皇后早逝，等婉婉长大成人，竟执意要入宫照看外甥，全家几10口人劝说都拦不住。结果入宫第2天就被陶贵妃射击落水，差点丢了性命。他能活下来，全靠陈皇后留下的情分。端昌帝念及旧情，万鹤亭护着姨母，才硬生生将他护在身后，坐稳了皇后之位，还顺利生下了万阙楼。这些年，万鹤亭于他而言，既是外甥，也算半个继子，更多时候倒像个有实无名的爹，事事都要替这对母子操心。原来是这样啊，阿昌倒也算厚道。至于婉婉，穗穗妹妹，等等我。万阙楼，你找我干什么呀？我已禀明父皇母后，要去锦衣王府小住几日，好好陪陪妹妹。放心，有我在，她不敢虐待你。谁准你跟他称兄道妹了？可是叫皇叔的话，我总觉得把自己叫老了，还是叫哥哥亲切一点。太子那帮儿女一口一个皇叔，叫得我膈应得慌，总觉得他们在骂我。那他们要是叫得你不舒服，你让他们改口便是，干嘛膈应自己呀？你不懂，太子如日中天，势力庞大，我只不过是个不起眼的皇子，他们怎么会把我放在眼里？乱讲！你是堂堂嫡皇子，难道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有多么贵重吗？太子他不过是庶出，你就算心情不好，把他卖给人牙子，那也是合情合理的。看他敢说半个不字不，简直就是有违天道。可太子党羽众多，我就算有理，也未必能占到便宜啊。怕什么？不跟你说了吗？我上面有人，天道罩着的。天道对我可好了呢，你不要害怕，咱们先下手为强。好
好。万雀楼盯着他，脸上渐渐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万鹤亭刚想开口骂人，这两个蠢东西真当太子是那么好拿捏的，可转念一想，太子身边高手如云，自身内功又深厚，总不至于被两个毛孩子计算的真被发卖，便又闭上嘴，懒得掺和。几个人正走到宫门处，万鹤亭，青青，穗穗头回见柳青青本人，抬眼望去，只见那女子眉目如画，眼波流转，偏有神色冷的像覆了层薄霜，那份拒人千里的惊傲，反倒衬得她愈发有出尘的气韵。不愧是女主，这颜值，这身材，难怪能把男主反派一起拿捏，棒，必须棒！这可是全书女主，拿下她就相当于攥住了剧情的半条命呀！他正摩拳擦掌，余光瞥见万鹤亭的模样，顿时乐了。嘿嘿，这也太怂了吧！就这么僵着站着，一双眼睛都要粘在人家柳青青身上了。脚是灌了铅了吗？怎么一动都不动？万鹤亭先前因为账本的事儿把柳青青牵扯进流言里，心中愧疚，既怕上前被冷脸，又舍不得真就这么走了。犹豫间，柳青青已经走到了跟前。你还好吗？我好不好，你心里没数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算盘，等我被宁远侯府厌弃，你好趁机强娶，是不是？我在侯府受了多少委屈，你问过一句吗？万鹤亭猛地一怔，脸上的愧疚瞬间僵住。先前被穗穗那么一闹，他满脑子都是怎么帮柳青青洗刷污名，竟真忘了去查他在侯府的处境。这种疏漏在从前是不可能发生的。我从没想过。哼，你最好没有。他皱眉解释，话没说完就被柳青青的冷笑打断。我与昂哥哥夫妻情深，就算是死，也绝不会委身于你。你喜欢我，那是你的事，你凭什么要我来承担后果？这些年，我忍够了你的纠缠，忍够了你以朋友之名赖在我身边，你还不满足吗？说到激动处，眼睛都红了，却硬是不让眼泪掉下来。万鹤亭，我求你了，别再喜欢我了，行不行？若能重来，我宁愿从没认识过你。那副忍辱负重的模样，任谁看了都要心疼三分。万鹤亭果然中招，脸色瞬间铁青，拳头攥得咯咯响，眼底满是痛苦与无措，像只被主人误解的忠犬。不对，有猫腻。刚刚万鹤亭看到柳青青的时候，眼睛里本来就只有错愕，还有惊讶，根本就没有那种深情款款的样子。怎么被骂了2句，就变成这种舔狗模式了？不对劲儿啊！难不成我这个爹还是个受虐狂？好话他听不进，就得骂2句，揍2下，才能激发他的爱意。柳青青肯定是早就摸熟了这个套路，才把他拿捏得死死的。对，就是这样。他低头看着自己紧紧攥着的小肉手，一个大胆的念头冒了出来。那要是我打他一巴掌，那这便宜爹会不会直接让我当老大呢？柳青青挺直脊背，看似清冷，实则紧盯着万鹤亭的反应。他藏在袖中的金锁早已起效，只要万鹤亭表现出半分执念，那些流言自然不攻自破，就像5年前一样。果然，万鹤亭的呼吸越来越重，眼底渐渐染上血色，理智像是要被怒火焚烧殆尽。成了，太好了。然而就在这临界点，他的衣摆忽然被人拽了一下，万鹤亭恍惚低头，就见穗穗一脸深沉地看着他。小鹤啊，你下来，本座有话跟你说。见他没反应，穗穗干脆使足了力气，一把将人拽得半蹲下来，迎着他错愕的目光，抬手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嘿！清脆的巴掌声炸开，一旁正要递药的烛龙僵在原地，眼睛瞪得像铜铃。小郡主啊，你才3岁就活够了。穗穗可没工夫管别人的反应，搓着手满眼期待地盯着万鹤亭。
怎么样？有没有一种热血沸腾，就突然想败在本座脚下的冲动呢？小奶娃娃的巴掌力道并不大，对万鹤亭来说就像挠痒痒一样，连个印子都没留下。他死死盯着碎碎的小肉手，眼神复杂难辨。不管用吗？那是不是还得再走几下呢？你想做什么？你现在是不是特别想臣服于我，想拜倒在我的麾下，然后跟我一起开疆拓土，一统天下？快说！除了赵叶城的暗卫和伏兵，你京郊的死士藏在哪里？调领兵牌呢？快拿来！只要拿到万鹤亭的底牌，再把它收为我用，别说产出太子，我就是杀了男主夺女主也不是什么难事。咱们反派军团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的。苍狼倒是跟你说了不少。小郡主是活够了，也不知道苍狼他能不能活过今天。碎碎这才后知后觉地察觉到不对劲儿，他看了看自己的手，又看了看万鹤亭恢复清明的眼神，悄悄往后退了2步，试图拉开安全距离。柳青青有些不耐烦了：“万鹤亭，你到底在听谁说话？”他先前压根儿没把碎碎放眼里，满以为万鹤亭会立刻替他教训这个野种，可等来等去，这2人竟自顾自聊上了。万鹤亭站起身，看柳青青的目光依旧复杂，刚要开口，就见碎碎扭头撒腿就跑，小短腿倒腾得像装了风火轮。一直愣在旁边的万雀楼这才反应过来：“妹妹，等等我！”万鹤亭看着瞬间跑没影的小身影，挨揍的那半边脸骤然黑如锅底，咬着后槽牙低吼一声，抬腿就追。今天不把你这小崽子揍到哭爹喊娘，我就不姓万。万鹤亭怎么敢？他怎么敢就这样把我抛在脑后，只为了追那个来路不明的小野种？那可是对我言听计从，哪怕被我指着鼻子骂，也只会低声哄我的万鹤亭呢。怒火冲昏了理智，他扬声怒斥：“万鹤亭！”万鹤亭的脚步总算顿住，回头时脸上还带着没退尽的戾气。我有急事要处理，回头再说。话音未落，就见奔跑中的碎碎摔了个大马趴。他心中一紧，连柳青青的回应都没等，拔腿就追。那急切的模样落在柳青青眼里，比直接打他一巴掌还让他难堪。怎么会这样？本想借着这场对峙，想让万鹤亭当中表现出对我的执念，可到头来，我倒成了被弃之不顾的笑柄。夫人，太子殿下还在宫里候着呢。宫门口的小太监的声音适时响起，柳青青猛地回神，深吸一口气，压下翻涌的情绪。万鹤亭方才分明是被金所影响的模样，差一点就成了，都怪那个小野种。那个小野种竟敢打万鹤亭的脸，定然是把他的怒火彻底激起来了，才盖过了对我的情谊。还有那个卑贱的民女涂月明，拿了钱还不知足，竟敢勾引当朝亲王，生出的孽种也这般粗鄙无礼。可他身份尊贵，亲自出手对付一个3岁孩童，未免掉价。正思忖着，他忽然有了主意，对小太监吩咐：“过来，你去告诉林恩郡主，我与太子一完事便去看他。”语气自然又带着不容置疑的颐指气使。小太监低头应着，眼底却掠过一丝不忿。毕方，快报本座起飞！黑影一闪，暗卫毕方已将碎碎稳稳抱起，足尖一点便掠出数丈。妹妹，你去哪儿？你等等我！快！他又不打你！碎碎的声音随着风飘下来，气得万雀楼一跺脚。他转头就看见了万鹤亭正运气准备追。大皇兄，碎碎才3岁，你不能总打他。万鹤亭看着一圈探头探脑的脑袋，只觉得太阳穴突突直跳。他这锦衣王的名声真的很不值钱吗？待着。说完纵身一跃，循着碎碎的方向追去。碎碎被毕方带到锦衣王府时，正好撞见在院子里的管家。管家爷爷，管家爷爷，好久不见，我好想你呀！
啊，一大早不是刚见过吗？小郡主您可回来了，老奴一直念叨着您呢。本座也念叨管家爷爷，可惜本座今惹了小婷婷生气了，怕是没法跟你好好说话了。王爷的暴脾气老奴知道，您甭怕，有老奴在，他动不了您一根手指头。穗穗正得意，身后就传来万鹤亭阴沉沉的声音：哦，本王动不了他。穗穗吓得一缩，赶紧往管家身后直躲。王爷，咱们小郡主年幼，就算真犯了什么错，也该好好与他说呀。您看呀，他抽了本王一耳光，也算年幼无知吗？无知，这样的话，这小祖宗你胆也太肥了。那是个意外，本尊只是想让他找回真正的自己。好一个帮本王找回自己！本王的鸡毛掸子呢？烛龙立刻上前，恭恭敬敬地递上一根鸡毛掸子，竟是早就准备好的。万鹤亭话哽在喉头：幸好我早有准备。见万鹤亭不动，他斟酌道：王爷，请。万鹤亭沉默接过，看着穗穗瞬间变得惊恐的脸，手抬了又抬，终究还是没打下去。最后气得一把将鸡毛掸子摔在地上，啪的一声断成两截儿。这等劣质玩意儿也敢拿给本王，把库房里的都换了。雷声大雨点小，真给你了牛不打。但万鹤亭看着穗穗害怕的模样，心里终究是松了口气，镇住他了，再不吓吓他，以后还不骑在他头上拉屎。就在这时，万雀楼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大皇兄，妹妹，宁远侯府的人来了，说是来还债的。管家爷爷，快跟我去盘账！我就知道男女主觉得丢不起那个人，定然会乖乖地把钱还回来的。万雀楼刚想跟上，余光瞥见地上的鸡毛掸子，顿时红了眼眶。他颤抖着声音问万鹤亭：大皇兄，你是不是已经打过妹妹了？这么粗的鸡毛掸子都给打断了！天哪，妹妹都被打成这样了，还记着帮大皇兄收钱，她怎么就这么傻呀？我穗穗妹妹这样单纯，这样孝顺，这样善良，这样可爱，这样忍辱负重，这样深明大义，这样不计前嫌，在这个凶残暴虐的锦衣王府还不得被欺负死呀！真是太可怜了，好心疼。你们可看好了，这些是锦衣王当初赠予我们夫人的物件，其中已用或不便归还的都折成了现银，一共是728546.7钱。我们侯爷说了，要大张旗鼓的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侯府是有钱还的。我今天的嗓门肯定没问题，一定能帮我们侯府扳回这一局。嗓门极大，引来了众人的围观。我的个乖乖呀，这么多呀！这侯夫人这真能拿呀！就是拿了那么多的钱，还说别人硬塞的，这么多钱怎么塞？真不要脸！就是呀，这么多的钱，说拿就拿，真不害臊啊！怎么会这样？现在难道不是应该夸我们侯府吗？怎么会呀？这可怎么办？都怪万鹤亭，当初送东西时装的大方，如今却要这般巴巴的讨回去，不仅让夫人颜面扫地，连我带着这跑腿的都要受这份羞辱。不错，都抬进来，仔细着点儿，毛手毛脚的，别给本座磕坏了。这是涂月明的女儿，上回来王府时还是痴痴傻傻的样子，怎么今日瞧着如此伶俐？对，上回在长公主府也是这丫头，当众让侯爷下不来台，我得赶紧把这反常情况禀报给侯府才行。疑云在心头翻涌，小红不敢多留，转身快步离开王府。好，全都给本座抬进库房，多上几把锁，钥匙本座要亲自保管。
万和亭站在一旁，指甲无意识地摸索着袖口，这些本是他心甘情愿给青青的心意，如今这般讨回，实在落了下乘。可瞧着穗穗那副捡了金元宝的雀跃模样，到嘴边的话终究是咽了回去。揣着满库房的银子，穗穗腰杆都直了3分。管家爷爷，管家爷爷，你快过来！哎，小郡主有何吩咐啊？本座先前说的招人之事，你办得怎么样啦？回小郡主，现在已招了10几人了，只不过还得考察这个他们的品性、能力、性格等等，所以奴才才没敢贸然禀报。什么才10几个人？照这个进度，本座的大业那要等到猴年，还是等到马月呀？难不成还得等着太子自己寿终正寝呢？这样你传话给府里面的人，但凡他们身边有一技之长的朋友，还有亲戚什么的，都给本座拉来王府。每拉一个呢，就赏1两银子，拉得越多，赏得越多。要是能拉到出类拔萃、能力出众的，一次性就赏1000两。徐管家倒抽一口凉气，连一旁侍立的苍狼都诧异地看向万和亭，眼神里明晃晃写着：“不是，这败家的架势，您真不管管？”万和亭却面无表情，仿佛没听见那惊人的赏格。钱既然已经给了穗穗，便是他的私产，爱怎么花那是他的事儿，只要别闹到他跟前就行。穗穗妹妹，那个就假如说就是有这么一个人，他干什么都不太行，但是他的身份特别金贵，这样算不算有一技之长？干啥不行，但是身份特金贵，有多金贵？他有靠山没？他有靠山没？那必须的呀，有可有了。那个都是宗室重臣的子弟，在昭邺城的街上横着走都没人敢拦。那你能拉来多少呀？多了不敢说，这7个8个的还是稳的，都是我国子监的发小。行，成交。你把人带来，本座立马给你结账。万雀楼脸上终于露出笑来，他年纪小，母后管得严，手里拮据，这一下可算有了生财之道。穗穗心里也乐开了花儿。等那些金贵子弟进了我的地盘，还怕他们跑得了？到时候就算绑，也要把他们绑在本座的贼船上。那个，今夜本座就在王府歇啦。这话一出，下人们个个脸上写满惊慌，连万鹤亭都沉默了，空气里飘着几分诡异。唯有管家喜上眉梢。行，奴才这就去重新打扫宝香院，保证干干净净的。顺便给小麻雀也收拾一间屋子。小麻雀是说我吗？毕方叔叔，你去隔壁院子里盯着，别让他们闹出事。对了，再帮我捎句话给楚西，今日本座没空给他授课了，叫他别偷懒，好好温习前面的功课。明天本尊可是要考的。毕方点头应下，在一众下人羡慕的目光中快速离去。对了，穗穗妹妹，你身上还疼吗？站这么久累不累啊？要不我背你吧。小麻雀说啥呢？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但是怎么才能装作我能听懂的样子呢？对，本尊肩上扛着的是1000斤重担，早已习惯了负重前行。你区一个小朋友哪里能背得动呢？这点伤痛在风雨里根本不值一提。万雀楼听得眼睛更红了，看向万和亭的眼神里满是不满。他先前撺掇穗穗进宫的主意没被采纳，此刻更是蔫头大脑的打定主意要寸步不离地守着穗穗。到了晚上时候，看着穗穗风卷残云，万雀楼惊得下巴都掉了。你中午不是刚吃过吗？这叫什么话？
你昨天睡了觉，今天就不睡啦？你今天活过了，明天就不活啦？万雀楼愣愣地摇头，还没反应过来，就见万鹤亭起身，示意穗穗跟他去书房。哎，等等我也去，绝不能让妹妹再受委屈。小婷婷，你也想听我的课吗？那你得先拜本座为师哟。一本《太上感应篇》狠狠砸在他面前的桌案上。步履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有替，正气化人，金孤恤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喵喵喵，这说的是啥呀？不知道啊。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穗穗和万雀楼对视一眼，脸上是一模一样的迷茫。门外的烛龙脸色复杂。王爷从前最不喜这些伪善之语，如今却对着小郡主背得这般认真，人果然会变成自己最讨厌的样子。不过今夜不用听小郡主唱歌，也算件幸事。就在他数到快要心惊肉跳时，远处忽然传来一阵极轻快的衣袂破风之声。有埋伏！烛龙暴喝一声，藏于暗处的王府暗卫已尽数现身。室内，万鹤亭正读到关键处。和为人、爱人，宜为善待他人，爱护他人。话头蓦然一指。怎么停了？接着奏乐，接着舞啊！小脸上满是不满。本尊再听一会儿就睡着了。真不懂事。万鹤亭扔下一物，在本王回来前解开，上黄金100两。黄金100两，黄金100两。万雀楼也一个机灵，两人四目相对，空气中瞬间燃起无形的硝烟。妹妹，你都那么有钱了，何必跟我抢着区100两啊？什么叫区100两？那可是黄金呐！再说了，蚊子再小还是肉，更别说黄金了。放开，这是本尊的100两黄金，我的。妹妹，我是你叔啊，你让让我。两人抢作一团，万鹤亭看都没看这混乱场面，转身出门。30个顶尖高手，赵子昂这回倒是下了血本，想必还参了太子的手笔。今日陶贵妃被夺公权，旧怨新仇叠加，这对母子怕是早把他看作眼中钉了。他嗤笑一声，抄起廊下立着的长枪，足尖一点，人已如离弦之箭，射入黑衣人的包围圈。万鹤亭一人独对10个顶尖高手，招招直取要害。不出片刻，他身前便躺下数具尸体。天草是。查内应，若无人接应，即便他们是顶尖高手，也绝不可能如入无人之境，还精准避开巡逻侍卫，直奔书房。吩咐完，他瞥了眼烛龙，尽快收拾干净，不要让郡主闻到一丝血腥味儿。说罢，转身大步进了书房。这个这样转过来的，这样，不对，哎，这样，还是不对。要不我试试？闪开，我肯定能弄会的。行，那你加油。万鹤亭扫过穗穗毫无进展的孔明锁，眉梢挑起一抹显而易见的嫌弃。他上前一步，不过3两下便将其彻底拆解开来。放肆！你怎么还想自己的战利品啊？你这个人简直就你就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你的善良与真诚。那这样的话，那就没事了。那就没事了。方才讲到哪儿了？善待他人，爱护他人。对，前朝镇北王曾遇刺客偷袭，险些命悬一线，他却并未苛责刺客，反而放任其7次潜入王府。那刺客屡战屡败，最终被镇北王的宽容与恩德打动，心服口服，俯首称臣。这便是人的力量，真正的成功是征服人心，而非征服刀剑，用无限的宽容和诚意化解仇恨与叛乱。万岁岁，你要知道，善待他人便是善待自己。8年后，也是这位曾怀2心之人舍命将镇北王从乱军之中救出。万鹤亭的话音稍顿，复又响起，字字如珠落玉盘。这便是统御的真谛，
最高明的手段从不是秋后算账，而是以宽恕消融猜忌，以包容庇护他人的一时失足。渡人者终会自渡。灰鸡，要炸鸡，炸鸡香。万岁岁，你悟了吗？吵死了，唧唧歪歪的。万恶亭，你想造反吗？要不是看在那100两黄金的份上，本尊才懒得在这里听你唧唧歪歪。本王再告诫你一次，与人为善，便是与己为善。一味狠辣歹毒，绝非长久之道。他死死盯着眼前的小不点儿，语气沉了几分。你若实在管不住自己的恶念，便牢记夫子之言，吾日3省吾身。吾好真呢，吾才没有错，吾才不改，吾最棒。碎碎梗着脖子打断他，声音比他还响亮，字字掷地有声。万鹤亭深吸一口气，胸口剧烈起伏，终是没再说话，转身离去。迟早让你对本尊俯首称臣，哭着求本尊都没有用，到时候我告诉你。刘殿下，管家已为您准备好了客房。不睡了，本殿下今天要彻夜练功，连个3岁奶娃娃都争不过，空有一身力气有什么用？第二天早上天刚亮，小郡主快醒醒，该准备上早朝了。上什么早朝呀？本尊还没有登基呢，等本尊坐上龙椅再上朝嘛。我的小祖宗啊，这种话可不敢乱说啊！您忘了，是您嫌王爷不争气，说今天一定要盯着他上早朝，不许他偷懒的。这句话如同惊雷，瞬间劈开了碎碎混沌的脑子。对，要送小婷婷去上朝呢，快给本尊穿衣服。此时的万鹤亭还陷在噩梦之中，许是昨夜被碎碎刺激的不轻，他的梦境混乱不堪。一会儿是柳青青被宁远侯府厌弃，哭哭啼啼的被赶出家门，一会儿又是碎碎顶着张粉嫩的小脸，却露出邪魅的笑容，慈爱地拍着他的肩膀，周围遍地都是太子的尸体。你看，这就是本座为你打下的江山，这里都是。那边不要看，那边还没有打下。万鹤亭正想怒斥，眼前的世界突然崩塌，碎碎那又恶毒又开朗的笑声在耳边炸开。毁灭世界，这有何难？你怎么在这儿？愣着干嘛？太阳都晒屁屁了还不起床，你再磨磨蹭蹭的话，你就要迟到了。你是要皇帝爷爷亲自等你吗？还是要满朝文武都等你一个人呀？现在可不是你飘的时候，那么多眼睛都盯着呢。万鹤亭一听到上朝2个字，脸瞬间都绿了，但看着碎碎那虎视眈眈的眼神，他实在没力气争辩，只能认命地爬起来，以最快的速度穿衣洗漱，然后跑了。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停！小郡主啊，你让王爷上朝的心思这是好的，但方式咱们是不是可以稍微改进那么一下？你有什么高见呢？你说，本尊听着呢。咱们王爷的性子啊，他是吃软不吃硬，您光用强没用，他只会心生抵触。那该怎么办？你得用爱去感化他，不然的话，他就算人站在朝堂，那心还在宁远侯府啊，没啥用呀。你只有让他心甘情愿地为您的霸业出力，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啊。有道理，你的建议不错，本尊明白了，不就是赏识教育吗？本尊懂。苍狼见他领会，脸上立刻绽开笑容。昨夜刺杀的30个顶尖杀手，清一色的死尸做派，用脚趾头想都知道是东宫的手笔，那个糟翁的太子必定脱不了干系。这哪是试探，分明是奔着取王爷性命来的。苍狼垂在身侧的手不自觉攥紧，他不管王爷心里打什么算盘，会不会就此反击，反正他苍狼忍不了。王爷不愿争，那我就推着王爷争，哪怕用绑的强迫他，也得让王爷支棱起来。实在若放不下柳青青那个女人，大不了就如小郡主说的，干脆端了他宁远侯府，把人抢过来。到那时不用旁人多劝，柳青青自会识时务地凑上来，爱上王爷。苍
什么呆？这傻样子跟万鹤亭一模一样。本座的话你还听不听了？苍狼瞬间回过神儿，脸上立刻堆起谄媚的笑。哪能啊，咱小郡主风姿卓绝，把属下看正了，一时没回过神来，您尽管吩咐，属下洗耳恭听。穗穗被哄得通体舒畅，不自觉挺直了小身板，还特意偏过头，努力挤出一个45度的侧脸，试图展现自己无处安放的魅力。苍狼硬生生把笑给憋了回去。小郡主，小郡主，独医双绝的大夫给您找到了。穗穗眼睛刷得亮了，青提跑到近前，气息还没喘匀，就急着禀报：奴婢依着您的吩咐出门找大夫，走到半道，马车突然惊了，多亏一位路过的老者及时施针，才稳住了惊马，救了奴婢一命。奴婢感激不尽，便与他多聊了几句，才知他本是太医院的备选医官，因医术太好遭人记恨，被算计者赶了出来，正打算回乡呢。奴婢想着这等人才可不能错过，就先把人带来了。郡主您看看。这个能在惊马乱蹄时及时施针，说明这个反应力和手稳度还是不错的，至少没被年纪拖后腿啊。这个施针就能见效，说明他医术这个定然是扎实的啊，还能临危不乱啊。再说骏马发狂的力道得多大呀，他都能控制住，想来也是有把子力气的。这样一来，他既能当大夫，还能顺便干点杂活，一份工资2个牛马，完美啊！他用力点头，越想越觉得划算。苍狼和青提却齐齐愣了一下，惊讶地看向他。可那老者都50岁了，让他做重活是不是不太合适啊？50岁正是大好时光呀，正是干事业的黄金时候，人生最关键的就是50岁的时候。你看，经验丰富，身强体壮，简直就是一块宝。苍狼大人，可不能让小郡主这么祸害人啊！李太傅那档子事还没过去，这老者招谁惹谁了？这残害忠良，欺压老人，这不就是反派该有的作风吗？苍狼向来是穗穗的头号狗腿子，立刻附和，还不忘给他递上赞许的眼神儿。小郡主真是高见呐！对了，好好的马车怎么会惊？用的是哪辆？那马车是锦衣王府的招牌，外人只知是小郡主的座驾。若金马是人为的，那目标岂不是小郡主？他猛地看向穗穗，可穗穗已经跟那老者聊上了。好说，我给你这个书，然后封你为我们锦衣王府首席医师。你放心，我是个惜才的人，这就叫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多谢小郡主。苍狼见状，悄悄招来一名暗卫。府里昨夜刚清过，内应就算有也不敢立刻露头。你跟着青提，把他今早走的路再走一遍，一寸一寸的查，别放过任何痕迹。暗卫领命，立刻跟上青提离去。苍狼望着两人的背影，心里却没抱多少希望。对方既然敢动手，必然会抹干净痕迹，现在去查多半是徒劳，但该走的流程不能少。等王爷回来把这事一报，保管能再刺激他，再发一回疯，到时候小郡主再添油加醋，说不定王爷就真能硬气起来了。东宫偏殿里传来一声怒喝：你说什么？马车里的不是穗穗那个野种？你们的眼睛是摆设吗？连人都能认错？奴才打听清楚了，那确实是昭华郡主的马车，今早亲眼看着从锦衣王府驶出来的，奴才急忙去准备金马的药，没料到那里头换了人呐！你说这谁能想到啊？这般金贵的坐骑，他竟舍得给一个丫鬟用。行了，别说了，下贱胚子就是下贱胚子，竟让丫鬟玷污那样的好东西，果然是没见过世面的野种，这辈子只配跟泥腿子混在一起。那马车本是我的。亲姑母，你快给我想想办法，这次让那个野种躲过去了，下次他肯定有防备，人家该怎么才能除掉他呢？蠢货，我先前怎么与你说的？女子当有傲骨，
不可行害人之事。何况他出身虽卑微，却得官家圣宠，你与他置气，反倒落了下乘。官家圣宠，官家圣宠，又是官家圣宠，新仇旧恨，我要一起算，我要扒了他的皮。可看柳青青这副不愿掺和的模样，连安郡主只能气闷地跺跺脚。姑母，您什么都好，就是性子太磊落，太善良了，被人欺负到头上都不知道还手。唉，我也是无奈啊。算了算了，求人不如求己。连安郡主狠狠咬了咬牙，偷偷给身边的宫女递了个眼神儿。切，我压根儿就没指望金马能伤到岁岁，有锦衣王府的暗卫暗中跟着，连安这点小伎俩根本不够看。我真正要送的礼物，此刻已经顺顺利利踏进锦衣王府的大门了。哎，下朝了！万岁岁这个小祸害，今天，这小祖宗今天居然不在，宅子里都冷清了不少呀，还真有点气。我想些什么呢？难不成本官被那个小祸害折腾久了，还折腾出感情来了？他那种混世魔王就该被死死钉在锦衣王府，让万鹤亭那个桀骜不驯的东西日日被他闹得求死不能才好。都说锦衣王府那地儿阴气重得很，也不知道昨天晚上小郡主睡得安稳不安稳。母亲多虑了，万岁洪福齐天，区区孤魂野鬼算得了什么？您瞧这几日府里再没听过那女鬼的哭嚎，定然是被万岁的威仪震慑，连大气都不敢出了。万岁，这道理是这样，可怎么听着怪怪的？李太傅听得太阳穴突突直跳。自打认识了锦衣王府那一窝子人，他这脑仁就没安生过。目光扫过院中那些依旧进出自如的锦衣王府侍卫，一群疯子，一群疯子！锦衣王府从上到下就没一个正常人，连万鹤亭内司都能主动上朝了，这世道怕是离母猪上树也不远了。老爷，您嘀咕什么呢？再过3日便是您的寿辰，寿宴的东西我都备得差不多了，你来瞧瞧，看有什么要添补的。福全儿，过来，你去隔壁锦衣王府一趟，瞧瞧昭华郡主可还好？岁岁这孩子虽说顽劣成性，目无尊长，可到底才3岁，万鹤亭连上朝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还有什么是他干不出来的？万一岁岁不知轻重，真惹恼了他，怕是要吃大亏呀。这边李太夫暗自忧心，可那头锦衣王府却是另一番光景。小婷婷啊，本座知道你心里有气，但你先别气。你想想，你这般心胸开阔、气度不凡的人，怎么会跟一桩小小的金马意外计较呢？哼，这小丫头今天居然说人话了。王爷，属下知道您想护着小郡主，可此事发生在闹市，人多眼杂，幕后之人怕是早有准备，想要追查难度极大。咱们眼下还是得以防为主。敢把手伸到岁岁身上的，翻来覆去也就那么几个人。王爷英明，可那几个人，王爷当真舍得动吗？那可都是柳青青护在羽翼下的人。无妨无妨，所幸本尊也没受什么伤，总不好叫小婷婷为难呢。郡主啊，可万一他们再下黑手怎么办？这个嘛，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本尊今天就站在这里，倒要看看谁敢与本尊为敌。难道本王昨天熬夜授课起作用了？哼，李楚熙那个老东西果然无用，还太傅呢。王爷，您当真就这么算了，不为小郡主报仇了？哎，苍狼，你不要逼他。仇自然要报。万岁岁这个小混账再闹腾再气人，他也是锦衣王府的人，岂容阿猫阿狗随意欺辱？敢动他一根手指头，他便剁了谁的手，扒皮填草，让其永世不得超生。小婷婷，你不必勉强的，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本尊都爱你。爱他？万鹤亭浑身一僵，眼底飞快掠过一抹讥诮。一个3岁毛孩子乳臭未干，懂得什么叫爱，可笑至极。可这念头刚起，心口却像是被1000万只蚂蚁啃食，
又像有一团烈火燃烧，两种截然相反的滋味搅在一起，直冲喉头。他张了张嘴，竟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放肆！万鹤亭，本尊这般真心待你，你居然敢走神！你好大的胆子！你这就是有违天道！我跟你说，小祖宗是真的恼了。万鹤亭被他劈头盖脸一顿骂。万岁岁，适可而止。此事本王自有定夺，用不着你插手。岁岁睁圆了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正要发作，万鹤亭却沉声吩咐：传本王令，叫八蛇即刻回京，直隶云州的所有庄子、铺面尽数划归昭华郡主名下，前院甲号库房的钥匙送给他。另外，从暗卫营调200人，归他调遣。说完，他斜眼看着岁岁，嘴角露出一抹嫌弃的冷笑：拿去玩，别再来烦本王。不是，这也王爷，您等等属下愿为您赴汤蹈火，属下也爱您呐，王爷。小郡主，您还是出书吧，开班授课也行，属下跪着听。书名我都想好了，叫一句话让疯癫锦衣王为我豪掷100万。没错，100万，庄子、铺面、库房，再加上这些金银，总价值何止100万两白银，抵得上柳青青5年探墨的总数，甚至还有富余。我的乖乖，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天赋异禀的人？从今往后，小婷婷就是我最爱的仔，没有之一。时光飞逝，3日后便是李太傅的寿辰，岁岁头一晚便搬回了李太夫府。不要意外，我是来统筹大局的。这么好的结交人脉的机会，我身为楚西的师傅，定然要帮他办得风风光光的。寿辰当日，恰逢岁暮，前来贺寿的宾客络绎不绝。这门怎么这换着？真喜庆啊！这李大人不是最不喜这般色调的吗？这门怎么瞧着跟锦衣王府的大门一样了？对，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这李太傅怎么跟他的宿敌有一模一样的大门呀？李太傅真是太有生活了。昭华郡主竟亲自替李太傅待客，这般尊师重道，丝毫没有郡主的架子。李太傅当真是好福气呀！岁岁穿梭在宾客之间，跟谁都能搭上2句话。不错，今日结交了不少人脉，离本尊的霸业又近了一步。可等太子一家踏进院门时，他脸上的笑容收敛了。苍狼早就打探清楚了，那天还亲提金马的幕后黑手就是太子来着。小婷婷还在暗中布局，要慢慢折腾太子。是可忍，孰不可忍？孰可忍，本尊不能忍。见到本君主的父王母妃，竟敢不行礼，果然是野丫头，一点规矩都不懂。你爹爹最爱吃粑粑，拜他岂不是跟拜粑粑一样？本尊嫌晦气。吃粑粑又怎么样？我父王敢吃能吃，他还能吃一坨，你父王敢吗？怂包！绝不能叫这个野丫头看笑话。今日说什么，本郡主也要压过他一头。区区一坨也好意思拿出来丢人现眼？我父王能吃2斤，我父王能吃3斤、4斤、5斤，我父王能吃20斤，看你还敢架不了？万鹤亭总算是沉不住气，黑着脸快步走了过来。你来得正好，你现在就吃给他看，本尊一定要让他心服口服。切，笑话，不过20斤而已。父王，你吃50斤；父王，你吃1杯。再说一个字，以后休想得到本王一个铜板。岁岁瞬间闭了嘴，却还是不甘示弱的瞪着林安郡主，那眼神里的挑衅几乎能溢出来。我父王，闭嘴！他猛地回过头，对上太子那张阴云密布、满是狠戾的脸，顿时吓得脸色一白。就在这尴尬至极的时刻，李太傅终于姗姗来迟。臣给太子、太子妃请安，方才被琐事缠身，有失远迎。岁岁目光直勾勾地追着太子的身影，眼底闪烁着算计的光芒。众人瞧着这一幕，纷纷交换了个心照不宣的眼神。
不过是小孩子之间的玩笑话罢了，太子也未免太较真了。是啊，瞧把林恩郡主都吓成什么样了。哎，反倒是昭华郡主半点惧意都没有。这为人父母疼不疼女儿，真不是靠嘴上说的。有些人看着很拉暴力，对女儿却宠上了天。这么一对比，万鹤亭内疯癫王爷的名声竟洗白了几分。本王走了。休想叫他留下来给李楚熙那个老东西祝寿。他今日本就是被岁岁死缠烂打的拽过来的，说是要帮他结交人脉，可此刻他要走，岁岁竟没像往常那般呵斥阻拦，他的注意力早被太子勾了去。王爷，小郡主瞧着好像对太子不怀好意，就这么留在太傅府，真的妥当吗？难不成他能捅破天去？最多也就是上回长公主寿宴那般，叫太子丢尽脸面罢了。再高难度的事，以他那点脑子也干不出来，有什么好怕的？况且太子那是自作自受，活该。另一边太傅府的院子里，妹妹，我把礼包包给你带来了。万岁传唤属下，有何吩咐？本尊刚想到一个新主意，眼下可是发卖太子的好机会，这一票你干不干？发卖太……这怎么发？怎么卖？你展开说说。你这样，先往太子的茶水里掺点烈酒。本尊若是没猜错的话，自打上次那档的事后，他短时间内定然不敢再碰酒。哼哼，真以为这样就难倒本座了吗？嘿，好主意，我这就去准备。只是咱们要如何动手啊？你先想办法支开太子妃跟那2个碍事的小东西。等太子离开太傅府，本尊自有办法收拾他，绝不能在李府动手，否则会连累人家楚熙的。本尊如今羽翼未丰，有些时候总要妥协一二。再说了，这种偷偷摸摸的勾当，不正是我们反派的专属吗？有道理。对，是，好，嘿嘿。你们主角团再怎么反抗，再怎么折腾，在本尊眼里，不过是本尊的剧本里微不足道的一环。一想到这里，他惬意地闭上眼睛，仿佛已经闻到了太子走投无路、濒临绝望时那凄凄惨惨的气息。万岁岁，大白天的闭着眼睛做什么？站在这儿是做梦吗？楚熙呀，你最好真的有急事。楚熙呀，你最好真的有急事。李太傅不由分说地拽着他往僻静处走，还不忘回头瞪了一眼，严禁李伯伯和万雀楼跟上来。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沈太傅想见见你，你能不能在他的面前表现得乖巧懂事一点，就装装样子，给我个面子嘛。显得你也尊师重道，不是？算老夫求你了，行不行？沈太傅没少听他吹嘘，说岁岁如何天资聪慧，如何尊师重道。沈太傅对此十分欣赏，也万分好奇。他先前还能找各种借口搪塞，可今日实在挡不住了，两人非见不可，这才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罢了，自己吹出去的牛，就算咬碎了牙，也得硬着头皮圆呐。想叫本尊陪你演戏？李太傅此生从未有过如此体验。当岁岁那双眼睛望过来时，让他头皮一阵发麻，竟下意识地后退2步，与他拉开距离。楚熙，你何必惊慌？本尊这么小一点点，又不会把你给吃了。你究竟想要干什么？主动开启这场交易的是楚熙你，所以问题不在于本尊想要什么，而在于你能给本座什么。这话将皮球精准地踢了回来，李太傅的脑袋飞速盘旋。这样，你蹲下来。李太傅迟疑地蹲下身，将耳朵凑了过去，伴随着几句轻语，李太傅的瞳孔骤然轻缩，如遭雷击。你太傅，你可要想清楚了。本座承认楚熙你位高权重，是大招设计不可或缺的栋梁，但是若是有朝一日本座对外宣称
我就是您的寿延恩师呢。除夕啊，你一声轻语，难道真想晚节不保，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李太傅到嘴边的话戛然而止，他仿佛看见自己一生的清誉，正在这个小小的身躯前，如风中残烛般摇曳不定。论学识，我冠绝大招；论教诲，我曾为皇子龙孙启蒙。可偏偏我遇上了岁岁这个变数，一个能让我毕生名望毁于一旦的克星啊！他疲惫地闭上眼睛，再睁开时，只剩下认命的灰败，缓缓点头。大招有句古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除夕同学悟性还是很大的。那个沈太傅此人最重情义，待会儿或许会考教你的功课，你是否需要老夫为您临时分说一二？岁岁回头，那眼神纯真中透着蠢笨，蠢笨中又藏着危险。老夫教了你近半个月，你总共只识得3个字，这种事你觉得很光彩吗？父亲放肆！岂能以成败论英雄？重要的是过程。您可知万岁为了学业付出了何等努力呀？是啊，妹妹为了读书连饭都顾不上吃了。唉，不必多言，为霸业，为尔等，本尊废寝忘食，夙兴夜寐，皆是分内之事。万岁，您真是令我感动啊！这废寝忘食，夙兴夜寐，这不错呀。莫非他真在藏拙？意图一鸣惊人？还有六殿下怎么叫他妹妹？那句妹妹又是怎么回事？岁岁乃万鹤亭之女，那不是他侄女吗？老臣见过昭华郡主。免礼。小郡主小小年纪已有这般沉稳气度，实属难得啊。郡主回京多日，老臣为俗事所累，未及拜会，实乃失礼啊。他话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试探。国事为重，苍生次之，己身最轻。若大招成功，皆如太傅这般鞠躬尽瘁，何愁江山不万年太平啊？此话一出，沈太傅脸上难掩惊讶。天哪，我听到了什么？不过3岁之礼，口齿清晰已是难得，言辞间竟条理分明，胸襟眼界更是远胜常人，甚至胜过朝中不少酒囊饭袋啊！看来这傣主竟真能出如此绝世好笋啊！他一时兴起，弹性大发，便与岁岁攀谈起来。若考教经世子集，岁岁的底细3两下便会被他翻个底朝天，但若论起这谈天说地人情世故的功夫，那可算是撞到岁岁的舒适赛道了。他深谙此道，知道这些官场多年的老臣最爱听何种场面话，既然应下了人家，他自然不会掉链子。3言2语便将沈太傅哄得惊叹连连，直夸郡主宅心仁厚，乃社稷之福。李太傅感受着身旁沈太傅投来的混杂着羡慕与嫉妒的目光，心中竟在得意之余泛起一丝不合时宜的感动。这孩子能出啊，只要好处给到位，人家是真上啊！如此聪颖通透、品性温良的璞玉，怎么就不是我的弟子呢？余光瞥见一旁神色复杂的李太傅，他心中一动。老李啊，我不过回乡数日，怎觉得你今日容光焕发，仿佛年轻了10岁啊？李太傅的嘴角微不可察地抽动了一下。自打郡主入府，本官每日过得跟孙子一样，能不年轻吗？夸了好一会儿，李太傅终于图穷匕现。郡主这般旷世奇才，若只有李兄一人教导，恐有力不从心之处，不若让老夫也来为你分分忧啊！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行，成交。啊，这怎么回事？这感觉好似生怕自己反悔一般。满腹说辞卡在喉咙，虽有些错愕，但更多的是白捡一个神童的狂喜。李兄放心，日后你依然是郡主的大师傅，我可以来你府中与你一同授课便是。李太傅的眼神瞬间失落，岁岁的脸上也闪过遗憾。
似郡主这般天纵奇才，何该高坐雅士？自有天下大儒为您奔赴而来，岂有让郡主奔波于风雪中求学的道理呀？这话顺耳极了。穗穗目光缓和，下巴微扬，满意之色溢于言表。见此情形，李太傅气得手指发颤，胸膛剧烈起伏，一股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不平之气直冲天灵盖。凭什么他姓沈的就能享受这种待遇？不等他发作，穗穗已带着李抱抱和万雀楼飘然而去。李抱抱、小麻雀，你们两个先跟我过来，待我先收拾了太子，再来跟这个小沈同学好好谈谈心。妹妹，烈酒已备好，但皇长松心细如发，寸步不离地守着太子呢，时间长了恐生变故啊。你武功怎么样啊？打得过他不？这个保守说的话，我跟他之间3七开吧。你3，他7啊？差距这么大吗？他动用3成内力，我明日便可过头7。真是笨死了。本座的反派大爷要你干嘛？抱抱你去，本座信你。遵命万岁。那个妹妹，我还能干点啥不？穗穗没理他，眼睛滴溜溜转着，最终定格在太子身侧一个正翻着白眼的年轻官员上。那个人谁？嘿，这题我会啊。太子詹事陆建修，鲁阳陆氏子弟，是他爹走关系硬塞进东宫的。太子看他不太顺眼，他自己也憋着气，做梦都想立功，可惜脑子不太够使，性子急，一点就着。陆建修。穗穗脑海里那本原著哗啦啦翻过几页。那个被家族拖累空有抱负却总踩坑的倒霉蛋呀。就他啦。须臾后，陆建修离席更衣，刚绕过回廊的朱漆柱子，脚步猛地顿住。前方一柄未出鞘的长剑横在前路，持剑的毕方沉默如石。这般凝气成雾、寒意逼人的内戏，只在前朝传说里听过，如今竟出现在一个丁点大的奶娃娃身上。昭华郡主，不知郡主在此有何见教？谈笔买卖呗。陆建修等了片刻，不见下文，他终是按耐不住。何种买卖？成了，谁先急谁就输。年轻人到底沉不住气呀。听闻陆詹事怀才不遇，胸有块垒，本座吗最爱成人之美，特来指点你一条明路。陆建修喉结动了动，见他不说话，只得再次开口。请郡主明示。简单，与本尊合作，保你族谱单开一页。陆建修瞳孔猛地一缩，穗穗对这细微的反应尽收眼底。放心，只需作践举手之劳的小事，成了你是陆氏中兴之光，不成对你也没什么损害。何事？郡主但说无妨。这么急啊？寿宴散了以后呢，你就想办法引开皇长孙那波人，还有太子身边的名卫，然后把太子的马车赶到没有人的暗巷里去，办得到吗？能，成交。陆建修几乎抢答，随即又急急补充：那在下可以走了吗？穗穗蹙起眉头，有些狐疑，可眼角余光扫到他袍脚下隐约发颤的腿，顿时了然。看来是被我这高深莫测的内力给吓的。去吧，若是敢耽误了本尊的事，后果你可承担不起。好。陆建修如蒙大赦，也顾不得礼数，仓皇出逃。这该死的昭华郡主说话大喘气，一句3听懂，7老8十的也不这样啊！冻死我了！妹妹，下次这种活能不能换个人？方才他一直蜷在桌下，运着那点微薄的可怜的内力，拼命催动冰块挥发，才营造出那种仙气飘飘、寒气逼人的效果。招数不算高明，陆建修虽冲动却不蠢，若非憋尿分了神，未必能唬住他。不错，敬你一功。他真的会照做吗？小麻雀呀，你可不要小看族谱单开这4个字，对某些人那是充满了诱惑力的。
小郡主拿捏人心倒是精准，陆剑修渴求功业，急于证明自己，他倒是直接要害，许以重力，却只让他做外围接应，风险极小。加上那盆冰营造的武力威慑，陆剑修服从的概率确实很高。宴席之上，李太傅捋着胡须，目光看了一圈，没见到那抹小小的总让他心惊肉跳的身影。今日寿宴总算不必当众丢人现眼了。这口气松完，却又莫名失落。那小丫头早上还似模似样的替他迎客，眼下正宴却不见人影，是忘了还是被万鹤亭居住了？肯定是被万鹤亭那厮给居住了。万鹤亭，你真不是个东西啊你！面对主宾席，太子殿下自入门受挫后，脸色便一直阴沉着。他总觉得旁人看他的眼神透着古怪，旁人的笑里藏着讥讽，连那些低嗓音的交谈，他都觉得是在议论他。老臣见过太子殿下。见过？哪里见过？茅厕里吗？不，给太子殿下请安。我安得很，不用你请。面对上千敬酒寒暄的朝臣，他语气生硬，脸色难看，把人噎得下不来台。这茶汤怎么有股辛辣的酒意？他嘴角扯出嘲讽的弧度，却一杯接一杯饮得更急。酒何干，在斟满，今夜不醉不归。对，多喝点，多喝点。终于他看到陆剑修凑到黄长孙耳边低语了几句，黄长孙脸色微变，旋即起身匆匆离席，再未归来。太子妃正携着临安郡主与几位夫人叙话，无暇他顾。于是寿宴终了时，太子竟已面色泛红，脚步虚浮，有了7、8分醉意。陆剑修适时上前，殷勤地搀住太子。太子，我来。太子妃，我先送太子上马车。好吧，慢着点。岁岁眼睛亮了。动手！这明位是支开了，可还有暗位呢。无妨，本尊自有妙计。岁岁得意地扬起小下巴，转向毕方。定位暗位，你能办到吧？马车驶入一段僻静无人的深巷，淡淡的异香随风弥散。箱子两侧的屋脊上阴影里传来几声闷响，似重物坠地。陆剑修也吸入些许迷香，软倒在地。岁岁迈着小短腿哒哒哒跑到马车前，车内太子瘫软在座，面如红血，眼神惊怒交加，却口不能言，身不能动。你这下落到本尊手里了吧？本尊就给你一个机会，叫吧，大声叫吧！今天就算你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小郡主这是在笑吗？这听起来怎么像一只被踩了脖子的鸡呀？这当真是在笑？万和亭养了个什么怪物？妹妹，你没事吧？工作的时候称职务啊，妹妹。这可是主角沦为阶下囚的高光时刻，正到了烘托本尊作为反派的强大气场的时候了。叫妹妹妹什么妹，太不专业了。万雀楼竟叫她妹妹？难道岁岁平日那些看似痴傻跳脱的言行，不过是为了掩盖他们之间真实的不为人知的关系？怪不得父王初见岁岁第一面起，那份超乎寻常的溺爱便透着古怪。若说只因她相似已故的陈皇后，万鹤亭更像其母，父皇照样打骂，厌烦失望毫不掩饰。皇后与陈皇后血脉相连，也不妨碍父皇夺权呐。除非岁岁本就是父皇的亲生骨血，让万鹤亭认下，或许是因为岁岁母族牵扯甚大，或许是其生母身份特殊，令父皇有所顾忌，不敢公然相认。而近来父皇对万鹤亭诸多出格的容忍与宽容，怪不得，原来是补偿。思及此，太子心中骇浪滔天，惊疑如潮水般翻涌。聪明人惯于在阴谋的蛛网里穿行，却往往难以理解天真的直线思维。太子在脑中推演了18重宫闱秘辛，权力交易，绞尽脑汁也不会想到万雀楼单纯只是想喊一声妹妹而已。
等他被腹中翻搅的恶心和头上的剧痛拽回神时，才发现自己已被拖到了另一条更幽深的窄巷里。这边，小郡主。嘘，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吗？奴婢真不知道。贩卖太子，给你报仇呀！太子殿下。青提的视线落在太子那张因愤怒屈辱而扭曲的脸上，脑子嗡的一声，瞬间空白。不必言谢，你既是我的人，太子胆敢设计金马害你，便要做好承受本尊雷霆之怒的准备。青提张了张嘴，喉头像被什么堵住。他不过是一个奴婢，即便金马受伤也不算大事。小郡主却将他这点委屈牢牢记在心上，甚至不惜冒险掳来当朝太子为他出气。青提狠狠咬住下唇，将翻涌的哽咽咽下去，心底某个地方却骤然变得无比坚定。从今往后，小郡主便是他唯一信奉的神明。碎碎如法炮制，又将同一番义气甘云的话对旁边那金马当日驾车的车夫小厮说了一遍。小厮的反应比青提更直接，眼圈霎时红透，胸膛剧烈起伏，恨不能立刻以死明志，报答这份知遇之恩。发卖请金马，我何时针对过一个小丫鬟？父王生这个小怪物的时候，是把脑子放在娘胎里了吗？但凡稍微转动一下，那核桃大的脑仁会死吗？太子气得眼前阵阵发黑，一口浴血堵在喉头，差点当场背过气去。毕方，把他弄下来。毕方沉默上前，毫不怜惜地将他拖出马车，撞得他眼冒金星，头痛欲裂。青提去敲门，告诉里头管事的，有上等货色到啦。青提犹豫一瞬，终究还是硬着头皮上前扣了门环。老鸨，妹妹啊，不，万岁，你要把太子卖进青楼，不然呢？这还用问？是可杀不可辱啊！要不还是给他个痛快吧。给他个痛快，还要奖励他，凭什么？感动本座的人，本座便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也要叫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永生永世浸泡在悔恨的苦海里。地上的太子却急得眼珠子都快瞪出来，拼命想要与碎碎对视，用眼神传达自己的无辜与冤屈。若是因为那夜派杀手刺杀万鹤亭，我栽了也就认了，好歹死得明白。可金马，我操！孤堂堂太子至于去算计一个丫鬟的马吗？这蠢东西的脑回路真是9曲18弯还带断桥的吗？可是发卖青楼实在非君子所为。君子？我们是什么人呢？我们是小人，阴险毒辣卑劣无耻，这才是我们的行事宗旨，我们的荣耀勋章。你直接杀了他，那跟外面那些善良纯洁假仁假义的好人还有什么区别？另一边，毕方与闻声出来的老鸨已进入讨价还价阶段。1000两。那老板用挑剔的目光上下扫视着瘫在地上却难掩俊朗的太子。你这货看着可不怎么新鲜水灵了，狮子大开口，顶多50两。